你看过今年的柯南剧场版吗？有啊，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是比往年的都好看很多，就节奏也很紧凑，但是推理就还是那个样子。可是他推北海道函馆的观光真的推得蛮用力的。那你会想要实地去看这些景点吗？会啊，那就走吧。啊，赶快，再不走就来不及喽。谢谢。Hello， 大家好，第一名，你现在收看的是 Alpha 的 Final Season 函館七日贝。那么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在位于北海道道南的函馆机场。那这一次我们来函馆的目的，当然就是柯南100万美元5人星的圣地巡礼啦。那么首先的第10站就是这个函馆空港、函馆机场。那现在就马上去让我们开个章吧。机场的柯南印章设置在国内线航厦的1楼。如果是和我一样从国际线入境的旅客，可就要小走一段路了。而印章上的人物正是大冈红叶跟伊之无我。虽然在电影中他们除了丢闪光弹以外几乎没什么贡献，但却是北海道观光的最大推手。这2位整天开着直升机飞来飞去的搭档会出现在函馆机场，也就说得通了。虽然电影当中函馆机场根本没有出现就是了。不久后，我们搭着市区接驳巴士来到了函馆站前的 Legend Stay， 这里也是接下来8天我们在函馆的归宿。晚餐则是这一碗挺便宜的函馆盐味拉面，汤里面还有加面包，这点的确很新奇。不过也因为这碗面，让我对盐味拉面的第一印象不太好。时间来到第2天早上，到底有谁一早就吃冻饭，上面放的还是鲑鱼卵呢？当然就是住在海港附近的函馆人啦。现在画面上这辆又像火车又像公车的交通工具，就是函馆市电啦。接下来这几天就请多多指教了。好，各位，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这个五棱锅区域。那么我们刚从函馆市电的五棱锅公园前站下来，现在要走往这个五棱锅跟五棱锅塔的方向。那就让我们继续我们的柯南圣地巡礼吧。这座高107公尺的函馆最高建筑，就是于2006年完工的五棱锅塔，取代了于1964年完工、高60公尺，为了纪念五棱锅建成100周年而造的旧塔。现在的第2代五棱锅塔拥有2层的展望台，可以远眺函馆山、青津海峡、横经连峰珠山和最重要的五棱锅遗迹。而在展望台还设有五棱锅历史回廊，让来访的旅客们能够对五棱锅的历史有更深层的认识，也设有新选组土房穗三的铜像。要想了解这位在电影中超帅气的土房穗三到底是谁，就得先从当时日本的时代背景讲起。从1603开始到1868结束的江户时代，属于封建制度的政府德川幕府实施锁国政策，维持了200多年的和平时期。在此期间，国家的实质统治者为将军，而非象征性的天皇。直到1853年，一位名叫 Matthew Perry 的美国海军准将的来访，打开了日本的国门，并在隔年强迫幕府签下日美核心条约，也就是神奈川条约。函馆就是按照条约第一批对外开放的商港。在继续历史小教室之前，先让我们看一下让毛利小五郎吓到闪到腰的透明地板吧。惧高症的各位就注意一下啦。在函馆被迫开港后，原本的奉行所相当于现在的施工所，因为太靠近港口而显得不够安全。后来就在一些法国军人的建议下，开始在龟田地区设计并建造新的奉行所及容纳其的五棱锅。这座要塞会建造成心形的原因是，当大炮架设在圆形的边上时，会有很大的死角。
但若是把大炮的位置改成向外突出的心形，大炮的可攻击范围就能大幅增加。条约被迫签署过后，幕府的威信下降，反幕府并支持天皇未有实权的势力因此渐渐壮大。著名的新选组便是为了抵抗反幕府浪士而成立的清幕府武装集团。其中的土方岁三虽然是平民出身，却因为时常到各地的剑道道场修业及比试，结识了后来的新选组局长，并去参加了幕府的浪士组招募，也就是新选组的前身。表现出色的他成为了新选组副长，但随着1868年的戊辰战争爆发，幕府军和新选组节节败退，先是放弃了大阪城，逃往江户，也就是现在的东京。不久后，德川幕府就和新政府达成协议，和平地把江户城和权力移交给新政府，史称无血开城。但其他由土方岁三所带领的部分新选组队员和其他拥护幕府的舰队不愿投降，退守到北海道的箱馆，也就是现在的函馆。他们在箱馆的根据地就是五棱郭，而在新政府军追上来后，1869年的箱馆战争就此开始。大家在电影一开始看到的土方岁三以一敌百的画面就是由此而来。纵使土方岁三神勇无比，最后的他还是在战役中不幸中弹，因此身亡。不久后，残余势力就开城投降，也结束了这场最后的日本内战。象征旧幕府权力的箱馆奉行所也就此被拆除。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奉行所，则是2010年的原址重建。我们下一个来到的盖章处就是丸井精井马绿伊玛伊百货公司。对，我知道它很难念，日文念起来也一样难念。虽然没有在电影中出现，但让来到函馆的柯南迷买点土产振兴一下经济，好像也不错。接着，我们继续搭乘函馆市电来到汤之川温泉站。虽然我们没有来这里泡温泉的打算，但聪明的小学馆就和一样没有在电影出现的花林饭店合作，让远道而来的柯南迷泡个温泉，再顺便住一晚上再回去。不过我们时间不多，就没有进去泡汤了。下一站，我们来到了小兰和荷叶做试电做得太开心，一不小心就跑到了终点站汤之川站。这里其实真的没什么东西，也没有章可以盖。那在我后方的呢，就是我们刚刚所搭乘的这个5号函馆市电。那么它看起来非常的复古，刚刚车子里面也是木头地板，大家可以看到它这边就是终端了，所以就有这个防撞的装置，它是这个属于左右包夹的，就是左边下车，右边上车。那么我们就准备回去吧。时间来到第3天一早，我们来到了函馆站前的公车站，准备乘坐55号公车前往位于函馆近郊的北海道东照宫。看着空荡荡的公车，会有种不太妙的预感。好，各位，我知道现在看起来，背后非常荒凉，这边甚至还有小溪。OK， 就是我现在已经从Akagawa Shogaku Mae，就是这个赤川小学校前的这个站牌这边下车了。那我现在就要徒步前往这个北海道东照宫。那在剧中呢，就是基德结伴成毛利小五郎，到这个宫的底下的一个洞窟呢，找寻这个宝藏。这一次我们要去的真正的东照宫，我相信底下应该是没有宝藏的，也请各位不要去随便挖人家地毯，我很困扰。那我们就赶快去看看吧。
哇塞，必须得说，这边虫真有够多的。Baba Bowie， 不是北海道了吗？怎么那么多虫？北海道东照宫的建成可以追溯到五棱郭刚盖好的1864年，就和电影中提到的一样，为了镇守五棱郭东北方的鬼门，将原本位于样似町的东照宫迁移到函馆。在箱馆战争期间，神社的建筑被烧毁，但御神体勉强保留了下来，不是陆地的那个。此后，东照宫在函馆市内多次的搬迁，终于在1992年迁到了现在这个靠近原址的位置，并从函馆东照宫更名为现在的北海道东照宫。神社内的净手池上还留有箱馆战争中留下的弹痕，以及留有一尊在1934年函馆大火中幸存下来的石狮子。好了，各位，那现在的时间呢，我们已经参拜完了这个北海道东照宫。那么刚刚这边呢的这个参拜的香客呢，只有我跟另外一位应该是当地的先生。那在我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他还问我说要不要上他的车，他说他会载我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但是呢，我想说还是不要麻烦人家比较好，而且还是抱有一点点警戒的这个心态哈。那么再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等待下一班的公车。那这次终于不用走那么远了。OK， 我们会去近一点的公车站，然后呢，就让我们先回到函馆市去。虽然这一次这个东照宫的工作人员巫女等等，或者是这个住持并不在，但是呢，还是非常感谢他们把这个神社维持那么好，而且呢，他们也有专门为这个柯南的圣地巡礼的这些粉丝们呢，准备一些公告和告示等等的。好，那我们就准备回去吧。好，那现在时间我们已经从这个市电的十字街站下来了，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前往一样位于函馆非常著名的金森红砖仓库。那这当然也是这柯南圣地巡礼当中的其中一站，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1859年，当函馆开港通商时，港口的贸易带动城市的繁荣，数不胜数的人们与文化从这里开始向全国传播。金森红砖仓库就是在这座各国文化相互交汇的函馆开设的首个营业仓库。自1909年以来，见证了函馆近100年以上的历史转变。时至今日，金森红砖仓库作为函馆湾区域的象征之一，依然很好地保留着昔日海运繁荣时期的面貌。现在的金森红砖仓库分为备函馆、函馆历史广场、金森洋务馆和金森大厅共4个区域，俨然成为一座大型商业设施。这里也是柯南电影开头出现尸体的地方，现实中应该是没有啦。不知道他们在办什么活动，这边很多学校的学生都在这个在游行，他们做了一些旗子或什么的 ，OK， 还蛮有趣的。
接着我们往山坡上走去，来到了函馆最知名也是最美的街道八幡坂。这是一条从函馆山一直延伸到大海的笔直斜坡，也是许多广告、电影的取景地。在柯南电影中，则是那段服部上演英雄救科飞车追逐戏的场景。话说柯南那双小短腿到底怎么跑进汽车的再走不远，就能来到电影中举办全国剑道大会的旧函馆区公会堂。这栋建筑在1910年完工，是北海道特有的木造2层模拟洋式建筑，以蓝灰色和金黄色为主色调，并具有左右对称的殖民风格，指的就是在殖民时期，世界列强在殖民地保留本国建筑样式的风格。旧函馆区公会堂目前也被指定为国家的重要文化财产。馆内除了有华丽的西式房间和家具，也有许多区域保留了传统的日本风，可说是见证了日本和西洋文化的碰撞与磨合。连这个也有哦。参观完旧函馆区公会堂后，我们沿着基板向市区进发，途中也看到了前面提到的 Matthew Perry 的铜像。函馆人真的很爱帮人立像诶，某种程度上跟台湾人也蛮像的。因为晚餐想不到要吃什么，因此又吃了一次函馆的盐味拉面。换了一家餐厅后，才发现原来盐味拉面可以那么的好吃。不过煎饺的部分就真的是普通妈妈给普通开门，普通到家了。第4天，我们来到了饭店正旁边的函馆车站。虽然还没来搭火车，但是既然电影里有出现，盖章就是必要的流程了。小走几步路，我们来到了前几天常来吃饭的函馆朝市。这几天真的是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话说这里的老板们真的超级友善，我还和他们聊了一阵子，当然是用日文就是了，他们英文真的不太行。其中一位老板还告诉我，链锯人在日本其实没有很红这件事，看来他应该是听过不少外国人分享过了。但就算你不会日文也没有关系，这里的店家都超有耐心，比手画脚一番，大概就能互相了解了。价钱也是有够佛心，不用担心会伤荷包啦。晚上我们爬了好久的斜坡，为的就是搭上函馆山缆车，到山顶看看传说中的100万美元的夜景。而我现在脚踏的函馆山，标高344公尺，是13座山峰的总称，也因为其外形就像一头躺卧的牛，而被称为卧牛山。最初的函馆山基座是在约100万年前海底火山喷发形成的岛屿，后来由于泥沙堆积，才与北海道本岛相连。最初的函馆山缆车于1958年建造完成，现在能够承载125人的大型缆车，则是于1988年引进的。見えるね。いくつあれかな。今日は函館山に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函館が舞台の劇場版名探偵コナン100万ドルの道しるべ、みんな見てくれたかな。ただいま映画公開を記念して函館山ロープウェイとのコラボ
最让我惊喜的就是当缆车启动的那一刻，Aiko 的《相思相爱》突然开始播放，搭配上柯南的旁白，日本人真会啊！而从缆车观景窗看出去的函馆夜景更是美不胜收，真不愧是日本三大夜景和前世界三大夜景之一。不知道在观景台会不会有人告白，然后被闪光弹打断呢？好，各位，那现在时间我就已经来到了这个函馆山函館的山顶了。那在我后方的就是100万美元的夜景，大家觉得有没有值100万呢？可以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当然，我觉得应该是物超所值啦。那么我们就欣赏一下这片美丽的夜景，那就让我们准备进入影片的尾声了。纵使当天函馆山被雾所笼罩，这片夜景依旧美丽，不如说是套了层朦胧的滤镜。从柯南的电影一直到函馆的每个角落，都在向你宣传，在夜晚的函馆山能看到一片价值100万美元的景致。不论这到底是不是一片100万美元的夜景，它在我的心中已经留下了超过100万美元的回忆。好的，以上就是这次的《名侦探柯南100万美元的五芒星的圣地巡礼》啦。如果喜欢的话，就记得订阅并按个赞。那么我们就下一集一样在函馆再见。